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蓝的频道。Crawl 最近很火，我相信大家一期接一期的看我很多节目，也有很多小伙伴想说部署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配置更适合。那我个人还是以 VPS 来为大家做演示。云服务器相对来说是你的非主力机器，也相对来说更加安全。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做一些事情会更加心安，更加方便一点。那什么样的配置？我今天呢是会跟大家分享 GTTI 日本的轻量云最新的活动，3网4837联通回程，用户体验上来讲非常不错啊，他家有自己的这个骨干线路，可以关注更详细的它的各项指标，3网的延迟。那相对来讲呢，这一类的机器你的延迟或者说你的带宽都是一个优势，就包括你传输这些大文件去它做这种静音化的剪辑，因为我们用剪映要手动剪，要么就要充会员，所以这大大节省了我的一个使用时间所以我选择这个200兆的带宽的。那整体上来讲，联通是最好的，其次呢是电信移动也非常不错所以3网呢都是有一定优化的。那这是它的一个 IP 纯净度，然后是一个解锁状态，还有它是支持邮件服务器的。这边呢就是更详细的一些参数，都在博客里有对应的链接。这篇文章呢其实就是 OpenClaw 自己来生成的，所以你看整体的这个美观度效果都是相当不错的。我是用这个 Almost 4.6 Claw 的这个模型。 GTTI 他们最近是周年庆，所以这个页面呢我个人感觉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有相关的优惠大家可以去关注，以及2和4G 如果你没有带宽的要求的话，无线流量也都是非常爽的。大家可以点击查看最新优惠价格，来到官方的 GTTI 的页面。香港的机器我为什么暂时不推荐呢？是因为香港的机器跑 OpenClaw 呢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问题，所以我这边呢会推荐大家用日本的云服务器，一个月呢21刀，然后呢2和4G 的。对于 OpenClaw 呢 4G 刚刚起步，也属于一个基础标准，50G 硬盘肯定是要的，这4个地区都能做到很精品。然后这边调整到1年，你可以看到1年的价格。然后这边呢会给你一个随机密码，是 root 权限，他家系统支持呢还是比较新的，像大变13都是有的。乌邦图适合新手24。这边呢它是支持阿里 Pay 的，还有 USDT， 还有信用卡，虚拟卡其实也是支持的。国内的话你就直接用支付宝、阿里 Pay 就可以通用的。那你购买好以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轻量云服务器这个列表可以看到这台机器，然后它的公网 IP 以及它的各项基础参数，这边明确写了是中国方向优化。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详情。他们家的这一点好呢，就是如果有一些重要的操作，比方说重装呀或者改密码呀，它就会通过邮件去做2步验证，然后我们回传这个2步验证码。那我们找到 IP这个是它的公网 IP， 我们可以 ping 一下看通没通，如果通了的话就表明这台机器已经重装好了。开始菜单 CMD， 然后弹出这个命令提示符。好长时间没这样操作了，因为这其实才是基础。 OK， 60几70的样子。好，那现在这个机器我们就可以去连接它的 SSH，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命令提示符直接连接你可以不装 SSH 终端，但是如果你长期玩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装 SSH 终端。那么这边教一个全新的方法， SSH 空格你的用户名输入进来，我们是 root， 然后 at， 然后把你的 IP 粘贴进来这样的，然后点击回车，那它就会提示是不是要连接。这个其实是最偷懒的方式这边选择 yes， 那我们这块要输入密码，那我们把刚才在这个地方复制的密码输入进去这个是一个简易的 SSH， 所以 Windows 呢它其实自己呢就担任了一部分 SSH 连接的这个责任。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就已经连接到这台服务器了，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台服务器呢它目前是最高权限井号就代表最高的权限，好吧。我们 Ctrl L， 然后把屏幕清一下就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我们 AI 助理机器人装一下把这个命令右键进来，回车，然后我们选择 Y这样的它就
已经成功的进入到这边了，那我们就可以选择1进行一个安装，装很多基础环境，然后会把你的 Node.js 更新到24稳定版本。那我们一切都是走自动化的一个脚本，因为之前呢我用官方的脚本翻车过，所以我已经不相信官方的命令了。我们用最传统的 npm 包的这种方式去装，目前来讲大家持续在用，也是比较稳定的。包已经在更新了， npm 也在安装。它其实是 Node 作为一个底座，然后上层是 npm 这个包管理器啊，也是把这个 npm 了解了一番。因为之前呢确确实实对 Node 整个这个生态都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你要用 Windows 来登录呢也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就不用下载 SSH 终端了啊，你直接通过 Windows CMD 或者 PowerShell 管理器也都可以的。好，这边呢我们就已经安装完毕了，现在是默认的向导，我们选择 Y 啊，然后这边呢我们选择快速部署，这边呢是选 API 的运营商，然后官方是支持这么多啊，我们 Minimax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然后我们选择 CN， 那这个 key 从哪里来呢？在科技land的这个导航站，它这块有一个 Minimax， 百度搜索你都能搜到。我们这边可以去登录，它是拿手机实名制，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耐用的，就是免费额度啊。Minimax 2.5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在编码能力上啊，我经常拿它去提交 GitHub。然后我们这边选择获取，然后我们这块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key， 给它起个名字。它会给你一个 key， 你把它复制一下，右键到这边，然后把它粘贴回车啊，这样的就配置好。配置好它会拉取 Minimax 使用的模型，我们选择 M2.5， 这个模型是目前最好的啊。这边呢我就配置完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配置通道。那这个通道呢，我们今天来接 QQ 啊 ，QQ 是非常简单的，是我见过国产对接信息渠道里最简单的，要比飞书简单太多，就3行命令就搞定了。那我们先跳过，然后呢我们这边也跳过啊，这块是搜索引擎，我们未来可以自己去配置。然后我们这边不启用技能，然后我们这边空格跳过配置，好，它就开始启用了。那这块呢，我们可以让它启用这个 TUI， 就是我们终端面板啊，我们可以直接跟它对话啊，它已经回复了啊，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模型，连着2下 Ctrl+C 就结束掉这个终端，脚本会自动帮你做一些初始化，包括绘画的时间，就不会让你第2天就失忆，然后并且呢，我们要把那个工具集的许可啊，让它允许，就你可以调用系统内的工具组件啊，不至于像傻白甜一样的只会跟你聊天，它会真正的做事情啊。这2步都在一键脚本里头会帮大家处理，这样的呢我们就正常的运行了。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API 管理，这是我最近才加的一个功能，我们把添加 API 给整合到这个里面来了。看到这边我们是有一个模型的，然后我们用的这个 Minimax， 因为我们走官方渠道的话，我们是没办法监测延迟的，所以我们这边呢还会去再添加一个 API， 那我们就添加这个白山云150元的这个代金券，然后你可以拿150元去白嫖各大模型，包括 Minimax， 还有质朴 AI 的，还有 DeepSeek 还有千问等等，它就是一个聚集。同样你来到科技land的博客，然后我们往下滑专门看这个国产这一期。国产这一期我们就会讲到白山云，然后拉到最底下我们就可以点击白山云这个链接，然后你登录依然是要注册，然后实名手机号。国内的大模型聚合平台呢应该是国家规定的，是必须先实名制。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Minimax 2.5 就是我们刚才官方接入的那个，我们可以拉到左边，然后个人中心这个地方把 API key 这块点开，然后我们添加 API， 所有的厂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交互，然后给它起个名字。这个 key 呢，同样我们也可以去拿来用。回到这边，那我们就白山云，然后呢，我们这块就填它的 URL， 它 URL 从哪里来呢？然后我们把质朴的这个接入，
然后质谱的这边呢是会有输入输出的价格啊，我们这边可以拉到最底下，这块有它的一个路径，布置到 V1 这个位置，这个是 OpenAI 通用的 API 调用地址格式啊，每一家呢它可能就是域名不一样，然后呢规格都是一样的。这块呢我们就要填我们刚才申请的那个 key， 它填进来是不显示的，大家就感受一下就行了。然后我们回车，那它就会读取百山云的所有的这个模型，这个 GLM5 我们选择13，就把它导入进来了。好，我们默认它这个模型，然后选择 Y。好，这样的我们这个版本就已经导入成功了，然后它会重启一下进程，让我们导入的这个 API 模型生效。我们导入了29个模型，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API 的一个情况，百山云啊，当前的延迟对于海外来讲还是比较高的。然后你还可以去添加这个 DeepSeek， 这边呢我们创建 key， 然后给它起个名字，这个我们叫GTTI， 它又给我们创建了一个新的 key， 我们复制一下，好，右键进来回车啊。DeepSeek 呢它就会有2个模型，一个是普通聊天的模型，一个是思考模式的模型，我们选择1就行了。这边呢我们就导入这2个模型，导入呢同样它会帮我们处理啊，这一套流程已经非常清晰了。这是加了第2个运营商，同样这种标准模式我们就能看到啊。刚才我们刷新了一下，这个百山云的好像降下来了，所以你就频繁刷新它是能看到啊。DeepSeek 呢可能在国外有一定的优化，所以我们这边能看到它的延迟是非常低的。然后有了这些呢，你未来以后可能百山云它又加新模型了，或者它删了一些失效的模型，你可以选择2啊，把它同步一下。我们输入百山云的这个名字，我们让它刷新一下，它就可以看到当前删除了0，新增了0，然后当前的总共模型数量，这就非常方便了啊，无需同步。所以这个功能呢，也是我最近才加的。好了，那我们有3个 API， 所以用起来应该还是可以的啊，还是能让大家用一阵子。然后我们选择14 TUI 啊，我们来跟它聊天一下。然后你可以在这块斜杠啊 M 就是 model， 然后你可以上下使用啊，选择这边呢就可以切换模型了。你看我们这边有V3.2 啊，就是百山云的，然后我们再往下滑啊，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DeepSeek 的，我们先感受一下，试一下。但是为什么会标英文，我就不太理解了。然后我们 Ctrl+C 2下快速，然后它就退出来了。那我们博客里头又加了一个英伟达的 API 免费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 Kimi 的 K2.5， 然后它是免费接入，大家可以去免费去试用的啊。那这边也是非常简单的，你点击这个链接，按它的引导一步一步，你就能拿到这样的一个 API key， 就可以接到科技蓝的这个脚本里头，跟刚才我们那个一样。然后格式呢，跟我们 OpenAI 那个兼容的187个模型，然后延迟呢也还能接受。当然，听很多小伙伴说，这个模型虽然很多，但是能用的没有几个。它是这边可以选择模型啊，月之暗面 Kimi 的 K2.5 啊。今天我们来接 QQ 的话是非常方便的，依然到我们的博客站，然后你在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QQ 这边我也做了一个图文教程，那这块呢就是它的一个申请入口，然后你在这边拿你的 QQ 进行扫码，非常非常简单。最近玩 QQ 我觉得比飞书要来的更轻松。好，手机上呢你需要点我同意，然后点下一步，它就是跟你的账号进行绑定。现在有2个号啊注销中，然后一个杜蕾斯正在使用啊，这块是你的机器人 ID， 这个是你的机器人的兑换码，其实这些你都不需要关心，你这边直接创建新的机器人
好，那我们已经成功创建机器人了。那这个机器人呢，你只需要负责输入下面的3行命令。一行命令是装插件，回到你的命令行终端，右键进来。好，它就再去安装插件。QQ 这一波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榜样。插件就已经装完了。那我们每一个人呢，他这个机器人的 ID 是你自己的，然后命令都是通用的。它这个是添加，这就是一键就搞定了，就已经添加成功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这个 Restart， 重启一下你的 OpenClaw， 回到我们的界面 KAPP114， 这个是我们的应用编号，就是 OpenClaw 的编号。那我们就不需要再进入主菜单，然后一层一层调进来，我们直接就可以来到 OpenClaw 的管理页面了。那到这一步呢，我们可以选择7机器人连接。我们可以看到 QQ 呢已经部署上来了，3行命令官方的一连接。添加的这个龙虾聊一下天，它才能触发，就等于已经通了。如果你想对机器人进行设置比方说你把它的昵称和头像进行修改，那你在这个地方可以把图片加上，机器人起个名字，比方说叫龙虾1号，给它一个描述，然后点击确认。那提交完以后呢，它就变了，回到你的 QQ，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名字就已经发生变化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记忆索引加一下，这样的话龙虾会记忆的更精准，然后也会减少你的 token 消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检索能力强了，它就不会把你所有的上下文全部丢出去它会整理关键它需要的那些。那如何开启呢？做了一个技能的仓库，然后大家可以点击进去。如果你的机器配置不是特别高的话，你就用本地的这种 DB 的索引。如果你机器还不错的话，我建议用这个 QMD，QMD 会更加精准高效。配置2和4G 的基本上都用的这个 QMD。把链接给他，你就说我也要部署。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讲 GTTI 来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基础配置，就可以完美的去跑小龙虾 OpenClaw， 然后在网络连通性上也是非常强势。那我们今天讲了 OpenClaw 的很多方面，包括免费白嫖的 API， 还有我们对接 QQ 机器人，要比飞书要方便很多，3行命令搞定。希望大家养虾越来越开心，真正让我们的小龙虾为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上提供便利和帮助。因为我这段时间用它也是深度的再去使用，让它去改博客、上传仓库。以前呢，我要自己吭哧理解写代码，那现在呢，我只要提需求，而且完成度呢也是非常高的至少有80%-90%的样子，而且比我想的还要周到一点。那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欢迎大家收看。如果你对视频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3连，积极评论，我们积极交流。小龙虾呢是大家一起玩才开心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